第1072章，一个不留。冰鹤脸色煞白，身体不敢有着丝毫的动弹。他知道，若是自己敢有着半点异动，下一刻自己的脑袋就将如同落地的西瓜般，砰的一声四分五裂。身体保持着刚要爬起来的姿势，冰鹤咽了一口唾沫，然后身体悄悄地后移了一点，声音嘶哑的道：“你若是杀了我，这丹狱必将无你藏身之所。”萧炎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脸色煞白的冰鹤，却是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既然我会出手，那自然就不惧你那什么冰河谷。”哼，好狂的口气！不要以为有着一道8星斗宗灵魂体以及傀儡，便有了与冰河谷抗衡的资格。我的实力，放在冰河谷中长老之中，也仅仅是排名末尾，而且即便是冰符与冰原，也上排在中游位置。若是我冰河谷真正强者出来，你这引以为傲的资本将会立刻不值一提。闻言，即便是局面有些不对，但那冰鹤依旧是忍不住的冷笑道。萧炎眼眸微眯，这冰河谷也是3谷之一，想必实力不会比焚炎谷弱。而那焚炎谷光是3长老便是8星左右的实力，那2长老更是达到了斗宗巅峰层次。当然，最可怕的自然还是当属焚炎谷的唐振，此人以萧炎的眼力，也只能给出深不可测4字的评价。虽说对于斗尊阶别的强者，萧炎很难准确判定强弱，但直觉告诉他，唐振的实力绝对比风雷阁的雷尊者更强。而既然焚炎谷拥有这等势力，那么与之齐名的冰河谷必然也不会弱到哪里去。因此，对于这冰鹤所说，萧炎倒也并未嗤之以鼻。但对于这点，他在赶来丹狱之前便是明白，他也同为很清楚，在将小医仙救出之后，便是将会与冰河谷对立。不过以萧炎的性子，难道便是会因为这冰河谷势强，便将小医仙弃之不顾吗？遥想当年，他尚还只是一名刚刚踏入斗气修炼之途的小斗者时，便是敢与那加玛帝国的庞然大物云岚宗对立，更何况如今。冰鹤望着萧炎沉默不语，还以为他是有所心动，当下语气也是缓了一些，道：“你若是将那恶难毒女主动交给冰河谷，我冰河谷必然不会亏待你，而且以你的天赋，也绝对会得到谷主重用。要知道，我们谷主最喜欢的便是广结4方强者。”冰鹤此话刚刚落下，便是瞥见了萧炎那缓缓阴沉的脸色，当下心头泛起一股寒意，手掌猛地一拍地面，借着那股推力，身体急忙暴退。砰！然而他的身形刚刚有所动作，萧炎脸庞便是浮现一抹冷笑，一脚闪电般的踹出，直接狠狠地踢在冰鹤肩膀之上，强猛的劲道令得后者身形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，然后重重地砸在一块巨石之上，隐隐间有着骨骼断裂的咔嚓声音响起。从巨石上缓缓滑下，冰鹤额头之上不断地涌出一滴滴的冷汗，抬起头来，目光怨毒地望向萧炎，怒吼道：“小杂种，你迟早会为今天的作为后悔的！”砰！冰鹤的吼声刚刚落下，一道白影突然从天际爆射而来，旋即狠狠地砸落在其身旁那块巨石上，一口鲜血喷出，然后如尸体般的缓缓滑下，如一滩烂泥般。冰鹤急忙转过头，旋即眼中顿时涌上一抹惊骇，只见得此刻如烂泥般的身影，居然便是冰符。然而此刻的后者却是浑身鲜血，气息极度的萎靡，一副出气多吸气少的垂死模样。唉，没有身体就是麻烦，收拾个斗宗都这么麻烦。一道苍老身影缓缓自萧炎身旁浮现，自然便是天火尊者。他看了一眼那成烂泥般的冰符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打的倒是挺爽，不过你放心，老夫还是替他留了一口气的。”萧炎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“药老先生请放心，药材的事已经差不多了，想必不用太久时间，你便是能够再度拥有躯体。”闻言，天火尊者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难以掩饰的惊喜。躯体的事一直都是他被他记挂着，如今听萧炎这么说，似乎那一天并不远了。还是你小子靠得住，哈哈，看来老夫眼光还是极好的呀。那一旁的冰鹤听得天火尊者这话，眼芒顿时一阵闪烁，道：“这位前辈，炼制躯体的事，我冰河谷最为擅长，而且弄出来的躯体还拥有着一些特殊能力，只要你为我冰河谷做一件事，便是能够免费得到。”
萧炎脸庞上的笑意缓缓收敛，眸子中森冷杀意逐渐涌现。天火尊者也是因为冰鹤此话而怔了怔，看了一眼萧炎，片刻后脸庞上浮现一抹古怪笑容，缓步走向冰鹤，然后蹲下身来，手掌轻拍了拍后者的肩膀，笑眯眯的道：做什么事可以商量？帮我冰河谷抓住恶难毒女，我冰河谷定然会给你一副极为满意的躯体。闻言，冰鹤双眼深处掠过一抹狂喜。天火尊者缓缓点了点头，然后手掌轻轻移向冰鹤脖颈，而后者也是猛然有所察觉，浑身汗毛顿时倒竖而起，一掌便是对着面前的天火尊者轰去。咔嚓，掌锋上还未至天火尊者面前，天火尊者脸色便是微微一冷，手掌陡然一用力，一道清脆咔嚓声响中，直接是将冰鹤的脖子给扭断了去。小家伙，这种人以后不用给他说话的机会，不然迟早会有变故。随手甩开逐渐冰冷的冰鹤，天火尊者转过头望着萧炎，淡淡的道。萧炎袖中紧握的拳头悄悄松开，对着天火尊者点了点头，抱拳道：多谢老先生提醒，这一边也该结束了。其话音一落，一道银芒顿时自山涧之内闪掠而出，然后出现在其面前。此刻在地妖魁手中正是一脸血迹的冰原，而当他见到那犹如一堆烂泥的冰符以及脑袋扭曲的冰鹤后，眼中顿时射出一股怨毒，死死地盯着萧炎，声音嘶哑的道：小杂种，你们逃不掉的。萧炎淡淡一笑，从地妖魁手中将重伤的冰符接过，然后目光转向那些冰河谷弟子，淡淡的道：杀了一个不留。其话音一落，那一旁的地妖魁顿时闪掠而出，犹如猛虎如羊群般冲进那群冰河谷弟子中，旋即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顿时在这山涧边缘响起。在地妖魁这等凶神之下，那些冰河谷的弟子唯有四下逃散，但他们的速度却远远不及地妖魁，几下便是被追赶而下，然后在地妖魁手中如同麦子般尽数倾倒而下，以最快的时间将所有的冰河谷弟子斩杀。满身血腥味道的地妖魁方才掠回，与之而回的还有着萧炎的那道灵魂分身。将灵魂分身收入眉心，萧炎目光转向浑身颤抖的冰符，微笑道：我需要知道点事情。冰符双眼怨毒地盯着萧炎，他倒是没想到萧炎手段如此之狠，居然是将他们杀得鸡犬不留。小杂种，不要以为杀了这里的人，冰河谷便是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等着吧，要不了多久，你便是会成为冰河谷的通缉目标，到时候整个丹域都将会没有你的藏身之所。萧炎眉头微皱，双指并取，一缕碧绿火焰缓缓延伸而出，然后轻轻点在冰符肩膀之上，那落指处顿时爆发出阵阵嗤嗤声响，而冰符的脸庞也是在那剧痛之下变得扭曲了起来。我想知道你们先前所说的冰尊镜是什么？望着脸庞扭曲的冰符，萧炎手指一收，淡淡的道。冰符目光怨毒，根本就不理会萧炎的问话。萧炎脸庞漠然，也不回话，手指再度点下。是。白烟升腾间，冰符浑身都是剧烈的颤抖了起来，脸庞因为剧痛变得异常狰狞。缓缓收回手指，萧炎淡淡的道：还不说。冰符的呼吸变得极其的粗重，片刻后终于是咬着牙嘶哑的道：冰尊镜是我冰河谷独有的斗气，而且必须达到斗宗阶别方才能够将之修炼而出。这冰尊镜若是侵入人体，便是会悄然隐秘，逐渐将人体血液经脉冻结。怎么解除？没有解除之法，除非去找我冰河谷的谷主出手，不过想必你们没那本事。冰符森然笑道。萧炎眼神冰冷，不再理会，偏头对着天火尊者微微点了点下巴，然后转身便走。其脚步刚踏出几步，便是听得后方传来的骨骼断裂声响。这是他们的灵魂，收着吧。3个玉瓶从后方射来，萧炎一把抓住，瞥了一眼，然后收入那戒，快步走向小医仙，望着后者那苍白的脸颊，不由得有些心痛，轻声道：先离开这里，那所谓的冰尊镜我来想办法。小医仙柔柔地点了点头，美目望着面前的青年，
短短1年不到的时间，后者的脚步似乎是快要追赶上他了。萧炎伸出手臂揽住小医仙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，然后让得地妖魁将躲在一旁的星兰带上，身形一动，便是迅速对着洛神剑更深处急掠而去。随着萧炎等人的离开，这山涧周围顿时变得安静下来，唯有着那满地的尸体以及鲜血，说明着先前这里所爆发的惨烈大战。